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奇宝贝20周年的纪念性剧照版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故事的设定跟神奇宝贝无印是一样的，小智在领取出入神奇宝贝的这一天，因为睡懒觉迟到了。原本的御三家被先来的人拿走，而现在留给小智的只有一只电击鼠皮卡丘。皮卡丘刚开始是不喜欢小智的，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就带电输出了一波。这天在收复波纹的过程中，由于不小心惹到猎雀，导致皮卡丘小智被一群猎雀围攻。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小智的舍身保护，皮卡丘才终于认可了小智。这件事情结束后，小智同样的见到了凤凰，只不过这次凤凰却给了小智留下了红色之羽。在神奇宝贝中心里，小智正和自己的妈妈通电话，突然从一个男孩的口中得知神兽炎帝出现了。好奇心旺盛的小智立马赶到了男孩口中所说的那个地方，并真的见到了炎帝。不过自然，神兽可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，一个回合就将小智打趴下了。虽然炎帝走了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小智认识了同样想收服炎帝的宗次和橙子。后来的剧情也正如无印里的一样，小智遇到了被人抛弃的小火龙。此时已经下起了大雨，小智带着小火龙跑进一个小山洞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神兽炎帝竟然带着一些神奇宝贝也来山洞避雨了。宗次向小智讲述炎帝的来历，并说到了关于凤凰的故事。小智看到凤凰的图片后，立马将红色之羽拿了出来。见多识广的宗次认为小智被凤凰选中了，而小智所不知道的是，在暗地里幻兽马夏多已经开始盯上了他。第二天，小智将被训练家抛弃的小火龙说服，因为大家都想见到传说中的神兽凤凰，于是宗次和橙子便决定和小智一同前往红色之羽所指示的地方。这天，在一个城镇里，宗次通过查阅资料得知，红色之羽一旦被邪恶之心的人所拿到，便会失去颜色，而这被小火龙的前任训练家克罗斯看见了。克罗斯的心里很不平衡，于是在一次对战中，他派出了赤焰咆哮虎。小智则因为不服气，派出了刚刚进化的火恐龙，结果自然不用多想，火恐龙被完虐了。被克罗斯嘲笑之后，小智的内心产生了动摇，认为自己如果派出皮卡丘可能就赢了。而这种不单纯的想法自然不会被马夏多放过。马夏多将小智带入了虚拟世界，想借此黑化小智，还好皮神出现及时唤醒了他。小智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向精灵球里的火恐龙道歉。就这样，小智一伙终于到达了红色之羽所指示的地方，并在这里认识了反野。反野对凤凰的事情颇有研究，看到小智携带了红色之羽后，面露喜悦，于是将小智带到了召唤凤凰的地方。而这个时候，一直跟着小智的克罗斯出现了，他想要抢走红色之羽，说着就派上赤焰咆哮虎。小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后，还是派出火恐龙，只不过这次因为小智与火恐龙之间羁绊加深，火恐龙进化了，老喷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。经过几回合的厮杀，赤焰咆哮虎倒地，但是克罗斯却依旧不甘心，他对小智怒吼道：“我也看见过凤凰，可是凤凰却并没有将红色之羽给他。”不甘心的克罗斯最后还是将红色之羽抢了过来。我上面说过，心灵不纯洁的人碰到红色之羽，那么红色之羽便会失去光泽。此时就到了马夏多的表演时刻了，他夺走了失去光泽红色之羽，从中获取力量，并控制了山上所有的神奇宝贝，想将小智一伙消灭。反野告诉小智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小智再次得到红色之羽，才能让红色之羽重现光芒。听到这话，小智便带着皮神找马夏多单挑了。虽然皮神很努力，但是依旧不敌马夏多。而与此同时，身上被操控的神奇宝贝开始围攻小智，整部剧场版也在此时进入到了高潮。这一段是让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也不做多讲。总之，小智将皮卡丘收回了精灵球，而自己却独自承受了一波神奇宝贝攻击，最后消失在了皮卡丘的面前。皮卡丘出来后，看着濒死的小智，无尽的悲痛化作了无敌的力量，一招打雷，顿时炸开了天空。所有被操控的神奇宝贝也都恢复了正常，马夏多手里的红色之羽也跟着消失了。虽然危机已经结束了，但皮卡丘却因为小智的离开发出了绝望的呐喊。在另一个时空的小智听到皮卡丘的呼唤，于是在一系列不可描述的操作下，
小智复活和皮卡丘重新在了一起。故事的最后，红色之羽重新在小智手里出现，小智于是顺利的召唤出了凤凰，并与之一战。战斗画面并没有放出来，这就要留给我们自己想象了。作为神小贝20周年的剧场版，这部剧场版有着非常多的怀旧情节，比如说收服小火龙、放生八大湖，还有皮卡丘的演绎表演等等。另外要说看点的话也有很多，比如凤凰所创造的3圣兽也都露面了，还有就是幻之神兽马夏多的首次登场，不过貌似不是什么正面角色啊。当然最大的看点还是皮卡丘开口说话了，大谷一江的声音分分钟能让人泪奔啊。这部剧场版的总票房为34亿日元，虽然也不算很高，但至少比上一部好多了。那我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